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现在正是橘子大量上市的季节，但是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橘子直接这样吃，很容易引起肠胃上的不适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分享一个橘子非常营养又好吃的做法，淋3个鸡蛋，出锅松软又拉丝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今天去市场上发现橘子特别的新鲜便宜，就忍不住多买了一点回来。我们先把橘子皮剥下来，橘子全身都是宝，橘子皮我们不要扔了，可以晒干了泡水喝。橘子瓤也叫橘络，它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。我们在吃橘子的时候最好不要去瓤了，把剥好的橘子放入大碗中。我这里一共剥了7个橘子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3个鸡蛋，将它打入另外一个碗中，用筷子搅散。搅散后，把鸡蛋液淋在橘子上，接着把橘子和鸡蛋液一起倒入料理机中，选择古树功能键，给它打成橘子汁，大概需要打2分钟左右。打好后倒入一个大碗中，这里的橘子汁大约是300毫升左右，然后加入4克酵母，再加3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，然后加入35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给它搅拌成这种面絮状。再加15克黄油，没有黄油的可以用食用油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给它揉成这样一个稍微偏软一点的光滑面团。面板上倒少许食用油，用手给它抹匀，然后把面团转移到面板上，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推拉揉搓，一边揉搓一边摔打，这样更容易揉出膜，直到拉开有一层这样薄薄的膜，而且不容易破。像这样就说明我们的面已经揉好了，全程大概需要揉10分钟左右。再给它整理成圆形，再放回大碗中，在表面抹一些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盖上保鲜膜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接下来准备小把红枣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再加小把葡萄干，淋少许清水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勺食盐，再加勺淀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淀粉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上都有一些沟壑，直接用清水洗是洗不干净的。这里加淀粉呢，淀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很好的吸附红枣和葡萄干沟壑里面的杂质和灰尘，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红枣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淀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把它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像这样清洗出来的红枣和葡萄干，连小宝宝都可以放心的吃。洗净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把它放到面板上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我们在做面食的时候放一点红枣和葡萄干，
不仅能让做出来的面食营养加倍，而且口感也会更好，酸酸甜甜的。红枣处理好以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切碎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有一些颗粒感会更好吃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这会儿我们的面已经发酵好了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，里面呈蜂窝状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放到面板上，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然后给它整理成圆形，再用手轻轻按扁，再用擀面杖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饼。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大约 0.5 厘米左右的厚度就可以，像这样子的厚度就可以啦。再把刚切好的红枣和葡萄干均匀地撒在面饼上，不用放太厚了，薄薄的铺上一层就可以。给它整理平整了，便于5厘米的地方不要放，用刀给它切成2厘米宽的长条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然后从另外一边给它卷起来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。卷好后再像这样搓一下，让它包裹得严实一些，再把它团圆。像这样一个面包生坯就做好了。接着准备各8寸的模具，在底部和周围刷层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把生坯放入模具中，再盖上保鲜膜，2次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接着准备一个鸡蛋黄，用刷子刷散，然后给它放一旁备用。这会儿我们的面包生坯已经2次发酵好了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然后在表面刷层蛋黄液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各位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再撒一些白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然后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，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橘子的清香味扑鼻而来。然后把它取出来，再把保鲜膜拿掉，表面金黄色的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再给它倒扣脱模，底部也是非常的漂亮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橘子面包就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橘子面包非常的松软，按下去就能立即回弹了。我们掰开看看，还有拉丝的感觉，里面满满的都是红枣和葡萄干，看着真的是太有食欲了。这样做的橘子面包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。放置温热，把它放进保鲜袋里密封起来，凉了也不会硬。橘子这样做营养又美味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